女子意外穿到了一本年代文里，成了男主的炮灰妻子。原主被人算计，清白被毁后生下智障残疾儿子，老公和她离婚，最后选择跳湖而亡。穿越后睁眼就是尸身现场。青柠，我难受得紧，你就给我吧。廖主任，你别这样，我已经结婚了。你那男人出去当兵一走就是4年，对你不闻不问，说不定早找了别人。你这么一朵娇滴滴的花，每天都独守空房，我看着心疼呀。说着，男人再也忍不住，猛地扑了上去。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果断选择跳河自救，下一秒却被人救了上来。还好自己穿来的及时，没有让那个车间主任得手，不然按照书里的剧情失了身，自己就被动了。闺女，你没事吧？瞧这俏生生的模样，要是真有个3长2短，你爹妈可不得哭死啊！就是亏得你运气好，遇到一个会水的，不然今天一准交代在这里。看这全湿了，快回家换身衣服吧，仔细回头生病。夏青柠身上就穿了一条薄裙子，还湿透了，现在就形同虚设，她哪里好意思站起来？很快大家也发现了她的窘态，却没有人肯给件衣服。在这个年代，吃饭要饭票，买不要布票，谁有那么大方，随随便便就送陌生人一件衣服？就在夏青柠尴尬又无助时，一件宽大的衣服披在了她身上。她一抬头，正是刚刚救自己的那个男人。没等她开口道谢，男人已经起身离开了。这当兵的真不错，又是救人，又是给衣服。就是这么好的衣服，一看就不便宜，说给就给了，还没留名没留姓，也没和人姑娘套近乎，真是难得呀。今天谢谢大家了。没事没事，快回去吧，以后走路要小心些呀，可别再掉河里了。夏青柠跟随着原身的记忆往家里走去，脑海中开始梳理书中故事的背景。书里男主的父亲因言论不当被下放到农村改造，他当时的老婆王明芳怕被牵连，在听到风声后立刻和他离了婚，连1岁的儿子陆立东都没有带走，带着孩子回乡改造的陆百川遇到了美丽的苏慧，两人情投意合，便结了婚，很快生下了男主陆金哲。而原身的爸爸正是陆百川下放的村子的村长，当时没少帮助落难的陆家，后来更是为救落水的陆立东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几年之后，陆百川恢复了工作，临走时为了报答夏家，便给陆立东和原身定下了婚约。回到城里，苏慧又生了一个女儿，但因为积劳成疾，身体亏损得太厉害，没几年就去世了。陆百川在原身快满16岁时把他接来了城里，想让他和陆立东先培养着感情，到了年龄便结婚。刚从乡下来的原身又丑又笨，陆立东自然看不上他，不想娶她，又不想主动退婚，于是他妈王明芳便想出了一个主意，设计原身和陆金哲睡在了一起。事情发展成这样，陆金哲虽然很愤怒，但也只能答应娶原身。事后陆金哲很快就回了部队，在原主满18岁时便领了结婚证。现在还没有恢复高考，又不能考大学，留在工厂上班，领导又图谋不轨去做生意，现在又严打投机倒把。如果和陆金哲离了婚，就只有回原主乡下娘家。原主娘家那么惨，去世的爸，柔弱的妈，瘸腿的哥，年幼的弟，这具柔弱不堪的身体，到了乡下，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靠工分生活的话，估计很快就会饿死。看来思来想去，好像就只有抱男主陆金哲大腿这一条出路了。毕竟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团长了，如果能跟他去随军，到时候就在部队里找份文职工作，等明年再考个大学，改革开放了再赚点钞票，以后日子肯定不会难过。有了打算后，夏青柠心安下来，继续往前走。刚走进大院，就响起一个女人嗔怪的声音：哟，陆家儿媳妇，你这穿的什么呀？挺新潮的嘛。她声音很大，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哟，是男人的衣服呀，款式不错嘛，我在百货店都没看到过呢，你在哪里买的呀？这赵翠兰是个势利眼，最瞧不上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而这个大院里就只有原身一个人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平时没少奚落他。夏青柠看了一眼不怀好意的赵翠兰，并没有理会，现在她只想快点回房间换下来，再舒舒服服洗个澡。别走呀，你这头发怎么还湿了？哈哈，你这该不会和人鸳鸯戏水去了吧？他这几声吆喝把屋里的人都吸引了出来。他赵婶可不兴乱说，陆家可都是正经人，哪会去干那见不得人的事？陆家其他人都正经没错，不过他嘛……我怎么了？这丫头以前都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这样看我，今天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了？呵呵，谁家正经媳妇会穿着男人的衣服在大街上瞎溜达呀？好了，赵翠兰，你少说2句吧，没看见她身上都是了吗？借鉴男同志的衣服穿怎么了？又不违法乱纪，你管那么多做什么？李主任说的是，他赵婶快别说了，先让青柠回去换身衣服吧，一会该着凉了。他都敢青天白日的穿着男人衣服在大街上走了，还不让别人说了？什么男同志，我看就是他外面的野男人。野男人，你是亲眼看见了还是抓住了？凡事都得讲个证据吧，你这样无凭无据随意造谣毁人清白，就不怕我去告你吗？
赵翠兰以前在原身这里，嘴上可从未吃过亏，哪里受得了这气？哼，你这不要脸的死丫头，来城里吃了2天干饭，就找不到北了是不是？要证据是吧？你身上这衣服就是证据，你身上这衣服不是也男人的，还能是你男人的不成？谁不知道你那男人都4年多没回来了，哪来的衣服让你穿？夏清明刚想开口反驳，忽然瞥见一抹身影立在人群后，既然决定抱他这条大腿，就得先激起他的保护欲。赵翠兰见他没回话，更来劲了。哟，怎么不说话了？刚刚的底气去哪了？这么好的衣服，你可别说是你路上捡的。听完赵翠兰的话，大家都看向夏清明，只见他低着头，一脸的委屈，却没有解释半句。衣服是谁的？你倒是说呀，别被人平白无故造谣冤枉了不开枪。就是陆家儿媳妇，这衣服到底哪儿来的呀？对呀，你说呀，别让人以为我在冤枉你。这衣服是谁的？姓甚名谁？总得有个准儿吧？是我的。大家循声望去，正是陆家那个4年没回来的二儿子陆惊蛰。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个4年没见的媳妇儿夏清明。对这个主动爬上自己的床，逼自己娶她，让她在哥哥面前抬不起头的女人，他确实心里有怨气。但刚刚看见她被一群人围在中间质问，低头委屈的样子，他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衣服是我的，这里掉了一颗扣子。在大家的目光注视下，他从夏清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颗扣子。你知不知道造谣诋毁军人家属清白是什么罪名？你要是不清楚，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派出所里问问。赵翠兰听了这话，吓得脸都白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误会，都是误会。清宁，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衣服是自家男人的，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看这误会闹的。呵，果然柿子都是捡软的捏，都到这时候了，他还不忘反过来责备2句。哎呀，是惊蛰回来了呀。这不正是陆百川那个心机深沉、见风使舵的前妻王明芳吗？当初王明芳和陆百川离婚以后，便嫁给了一个革委会主任，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没过多久，她男人忽然出意外死了，她又打起了和陆百川复婚的主意。她知道陆百川肯定不会轻易和自己复婚，于是以照顾孙女的名义住进了陆家。在外人看来，她是难得的好前妻。只有夏清明知道王明芳的心善大度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原主的悲惨命运几乎是她一手造成的。他明芳婶儿，你可来了。刚刚我只是想和清宁开个玩笑，没想到他们这些小辈认真了，还说要去什么派出所。你是最通情达理的，快帮我劝劝呀。开玩笑？你拿别人的名节来开玩笑？赵翠兰，你听听自己说的什么屁话？你也是女人，名节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一时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得用求助的眼神看向王明芳。只要没触及自己的利益，王明芳惯会做好人。惊蛰呀，大家都是邻里乡亲的，我想你翠兰婶也没什么恶意，都是有口无心的。我们家清宁是最懂事的，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你翠兰婶计较，是不是？我懂事就该受委屈吗？要是今天他说的不是我，而是你的亲闺女何珊珊，你还会觉得是小事，还会大度的不计较吗？夏清宁意外穿越到年代文惊现失身现场，她选择了跳湖逃脱，却被军官老公救起，回到大院又被老嫂子们蛐蛐。你这孩子说什么呢？我对你怎么样？院子里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可不能说这没良心的话。他翠兰婶呀，你这人是个好人，坏都坏在这张嘴上了。你看今天这事儿闹的，还不快给清明道个歉？王明芳果然厉害，三言两语又把矛盾转移回到了赵翠兰身上。让我给这个没出息的乡下丫头赔礼道歉。赵翠兰心里100个不愿意，但又怕陆家老二真拉自己去派出所，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今天是婶儿不对，不该那么说你。婶儿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你别跟婶儿计较。就是嘛，以后可不行胡乱瞎说了。知道的觉得你是好心提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故意欺负小辈呢。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无形中提点着赵翠兰。果然下一秒赵翠兰就上当了。对，惊蛰呀，婶儿就是一片好心，只是想提醒一下清宁这丫头不要做什么对不起你们老陆家的事。想当初她是怎么赖上你，让你娶她的，大伙儿可都是知道的。这话一出，陆惊蛰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他眉头紧锁，不自觉攥紧了拳头，看得出来是在极力压制怒火。哎呀，怎么又说这个？这都过多少年了，我家立冬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些事早都忘了，以后大家都不许再提了，免得影响了他们兄弟俩的感情。这人果然狡诈，话说的滴水不漏，既提醒了陆惊蛰当初睡嫂子对不起大哥，又表明不跟他计较，是他们大度。婶子，当初不是你给你儿子陆立东出的主意，让他把我弄到醉酒的惊蛰床上去的吗？陆惊蛰眼底闪过一丝惊讶之色，用灼视的目光看向夏清明，不自觉微微蹙起了眉。我们当时做的滴水不漏，这死丫头怎么会知道真相？他知道夏清明现在肯定拿不出证据，于是很快就稳住了心神。哎呀，清明，我知道你看惊蛰现在回来了，想挽回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
但你怎么能把这么臭的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呢？当初你刚来时，我和我家立东对你多好呀，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是乡下来的，只等着你到了年纪就和你拿结婚证。哪知你对惊蛰生出了那种心思，做出那样的事来，让他们两兄弟甚至整个陆家都被人嘲笑。事后惊蛰也娶了你，我们立东也没怪你，这些年婶子也从来没有苛责过你，现在却说是我叫立东害的你。清宁呀，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呀。王明芳越说越难过，到了最后竟然抹起眼泪来。周围的人也开始对夏清宁指指点点，都在说他忘恩负义。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毕竟事情发生时，原身并没有解释，这都过了4年了，自己再说出来，更是没人会相信，只有说出来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见舆论都偏向自己，王明芳更是有恃无恐。清宁呀，如果你非要说是我们害的你，那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只要你能证明是我们害的你，你不但可以找警察来抓我们，我和立东还给你磕头道歉。事情你做没做，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放心，证据很快就会有的，到时候婶子可要记住今天说的话。那等你拿出证据再说吧。见夏清宁说的笃定，人群里又有了不一样的声音。做了坏事的人总是心虚的。好了好了，大家都快回去做饭吧。大家见已经没什么热闹可看了，于是也纷纷散了。王明芳像是觉察到了什么，心虚的转头看向陆惊蛰，很快又变得一脸殷切。惊蛰路上很辛苦吧？走，我们回家。说着抬手就要来帮陆惊蛰提包。不用。陆惊蛰并没有给他面子，走向一旁还没走的李秋莲问候道：李姨，您和叔还好吧？好，都挺好的。李秋莲看着几年没见的陆惊蛰，这张和苏慧有几分相像的脸，让他想到了自己死去的手帕胶，忽然悲从中来，声音都有些哽咽了。我家亚军在部队表现怎么样啊？他没有犯浑，不听领导指挥吧？没有，他表现挺好。那我有空了再过来看您。好呢，快回去休息吧。你这孩子回家怎么也不先发个电报？你看家里像样的菜都没准备呢，你爸也出差去了。你怎么在这里？你大哥和嫂子都要上班，忙不过来，我来帮忙带带孩子。你爸也忙，也顾不上小雪。什么时候走？这男人不但没被王明芳伪善的外表蒙蔽，还十分拎得清。王明芳没想到陆惊蛰会直接赶人，脸上的笑都有些绷不住了。等孩子再大点我就走。惊蛰呀，婶儿也知道自己住这里不合适，知道不合适就早点走。陆惊蛰没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说完提着包走进屋里。小雪，你二哥回来了。哎呀，你别吵，我都听不清了。这孩子，你自己情歌不比你听故事重要呀。王明芳浅浅责备着，一副慈母样。再次被声音打扰的陆小雪很不高兴，带着脾气转头看过来，正好看见陆惊蛰带回来的包。二哥，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有吃的没有？说着就快步跑了过来。他跑得急，根本没注意到夏清宁，一头就撞了过去。夏清宁现在这具身体又太娇弱，巨大的冲击力直中腰腹，身体往后倾斜，一只胳膊就伸了过来，只是轻轻一捞就把他捞进了怀里，两人贴得很近。陆惊蛰胸口处传来难以抵挡的柔软的触感，意识到那是什么后，立刻放开了他。谢谢。他是没吃饱过饭吗？那要好似一点肉都没有。哇，大白兔，麦狗子，你看我有奶糖了，这么大一包，想吃吗？哈哈，一颗也不给你。这孩子啥都好，就是调皮了一点，也怪我平时太惯着他了。这话明面上是在自我责备，其实是在提醒陆惊蛰自己对他妹可好了。没妈的孩子可怜哟，我不疼他谁疼他呀？这大妈不去演戏，真是屈才了。不过现在我没空看他在这里立贤妻良母人设，身上的湿衣服得赶紧换下来，不然真会感冒。就在他准备回房间时，一个18、19岁的姑娘忽然提着2个暖壶走了过来。我妈让我提给你的，叫你洗个热水澡，用完了别忘了把壶还来。说完又对着陆惊蛰叫了一声哥，不过语气比对他好多了。陆惊蛰点头应了一声。夏清宁道了谢，麦苗没在陆家多停留，很快回去了。原身这身材也太好了吧，难怪那个车间里的廖主任才敢光天化日就对原身动手。想到那个廖主任，夏清宁才反应过来，都是因为王明芳的教唆。如果爬床这事不解释清楚，估计陆惊蛰心里这道坎很难过去了。王明芳，我会一点点揭开你阴险的嘴脸，让你得到该有的惩罚。你不是想和陆百川复婚吗？那我就彻底断了你的念想。就在这时，陆惊蛰提着包出现在门口，陆惊蛰瞬间愣住了，湿润的头发，修长的双腿，让人无限遐想。陆惊蛰的脸瞬间热了起来，反应过来的陆惊蛰一把将门关上了。在外面冷静了好一会的陆惊蛰敲了敲门，进来吧。刚才不好意思。没事。你怎么住在我房间里？陆惊蛰走后没1年，王明芳就以照顾孙女为由搬进了陆家，没多久又厚着脸皮把女儿也接了过来。家里房间不够，夏清宁只好住进了陆惊蛰的这间房。那个家里房间都住满了。夏清宁说完又把情况给他解释了一遍。
陆惊蛰听完后脸色更差了，真怕他下一刻就让我滚出去。如果我被赶出房间，那无疑是告诉所有人，陆惊蛰根本没想承认我的身份。以后王明芳母子几人，乃至于整个院里看不起我的人，对我怕是更不会客气了。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留下来。就在他脑袋飞速运转时，我爸出差多久了？什么时候回来？好几天了，说是要去1周，估计明后天就回来了。你收拾一个柜子出来，我放东西。他这是默认和我住一起了吗？好，我现在就帮你收拾。看着他忙碌的小小身影，陆惊蛰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好像和4年前很不一样了。以前他总是低着头，一副很丧气的样子，现在虽然看起来也很柔弱，但是却没有一点胆怯，说话做事自然多了。你放这里吧。陆惊蛰收拾完行李，目光却瞥向正在擦头发的夏清明。他小小的一只，背对着他，歪着头，露出来的那一点面庞清秀柔美，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真是4年前那个丑姑娘吗？片刻后，他便走出了房间。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房间竟然让人心跳加速，呼吸不畅起来。男子被弟弟设计娶了弟弟的妻子，4年后重逢时，发现妻子已非昔日模样，却被王明芳女儿误认为相亲对象。昨天妈才说有人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说过2天会来家里相看，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还长得这么英俊。只见何珊珊不好意思地走到陆惊蛰身旁，她羞赧地低着头，片刻后又忍不住抬起头来看对方，看到那张清冷俊朗的脸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你来了。从这张和王明芳有6、7分相似的脸，陆惊蛰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看着他扭捏做作的样子，已经有些反感，不自觉就皱起了眉。我是何珊珊。所以呢？真可笑，难道他还在等我说欢迎他住进自己家，害得我现在没房间吗？何珊珊愣了一下，没想到他态度会这么冷淡，要是换做以前的相亲对象这么对他，他肯定转身就走了，甚至还会骂对方几句。但是面对着陆惊蛰这张脸，他竟一点气都生不起来。我觉得你挺好的。这时王明芳正好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刚刚给陆惊蛰表明了心意的何珊珊脸正臊得慌。妈，我去帮你做饭。说完就害羞地低头去了厨房。一向很懒的女儿居然主动进厨房做饭，王明芳有些不明所以，但也没有细想。惊蛰呀，到了吧？我现在就去饭店叫你哥，再顺便打包点荤菜，回来我们就吃饭。陆惊蛰并没说什么，面对陆惊蛰的冷淡，王明芳倒是一点也没生气，乐呵呵的就出了门。我说他明芳婶，惊蛰不是回来了吗？你不做饭，怎么还往外跑呀？做了。哎呀，这孩子回来也没说一声，家里都没个像样的菜，这不就想着去国营饭店打包几个好菜回来给他吃吗？就你心眼好，把一家子老老小小都照顾得妥妥帖帖，真是难得呀。看你说的，不就得把手的事吗？这大妈可真会做好人，而且做了好人还能让所有人都知道，都称赞，这心机也难怪原身会对她毫无防备，言听计从。夏清明坐回桌前，一边梳理头发，一边看着一个小本，里面记录着原身每个月交给王明芳的工资和王明芳偶尔给原身的一些急用，2相抵消。王明芳那里还有原身的478块。翻到本子后面，上面还记录着何珊珊2年来在原身那里借走的布票，2年来一共是28尺。这2母女一个拿钱，一个要票，真不是好东西。等着吧，我很快就会让你们主动把钱送到我手上。收拾打扮好的夏清明从房间里走出来，刚刚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洗，于是他走进厨房。厨房里何珊珊正烦躁地弄着自己的头发，只见她拆了又扎，扎了又拆，总是不满意，感觉到有人进来。妈，那男人家里条件怎么是你？夏清明没有理他，可何珊珊注意到夏清明扎了个和平时不一样的发型，看起来还特别好看，心情更不爽了。我相亲，他打扮这么好看做什么？难道想挖我墙角？你这头发梳得不错吗？让我看看怎么弄的。说话间已经扯掉了皮筋，拽出了头发。夏清明可没惯着他，抬手就打翻了面前的盆子。何珊珊想要躲开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裤子鞋子都打湿了。你干什么？没干什么呀，就是不小心打翻了盆子，和你刚刚不小心弄乱我的头发一样。我就是故意的，怎么了？谁叫你打扮成这样去勾引人的？我勾引谁了？你该不会是在嫉妒吧？哈哈，嫉妒？我嫉妒谁？你嘛，我嫉妒你什么？嫉妒你男人几年不回家？嫉妒你没人要吗？依我说，当初你就不应该来这里，在乡下随便找个人嫁了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等，日日盼的，多可怜呀。不过你也别灰心，慢慢等吧，哈哈，说不定再过30-40年，人家就回来了呢。说完这些话，他就像一只得胜的母鸡，昂首挺胸就往外走。刚迈出厨房，就看见自己的相亲对象站在门口，冷漠地看着自己。我刚刚说那些刻薄的话，万一听到了，会不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应该没听到吧？我进房间换一件衣服去。夏清明回房间重新梳好了头发，
提着2个重新灌好水的暖壶，送到了李秋莲家。水你没用，用了，想着你们家可能也要用热水，就灌满了送回来的。谢谢李婶儿，那我回去了。夏清宁真心感谢李秋莲在这院里算是为数不多对原生还行的，见她就要走。李秋莲的闺女麦苗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到最后还是没忍住问道：你的头发是自己编的吗？是呀。那个麦苗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你能教下我吗？没问题，除了这种，我还能编很多其他样式的，到时候都可以教你。真的？麦苗眼睛一亮，没想到夏清宁会不计前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心里对她的好感又多了几分。这样吧，明天下了班我来你家教你。好好好，我等你。等夏清宁走后，麦苗忽然对李秋莲说：妈，你觉不觉得他和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其实麦苗不说，李秋莲也发现了。虽然她一直觉得夏清宁配不上陆金哲，也对她以前做的事不耻，但是2人结婚证都拿了，也就是一家子了，还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把日子过好。送完暖壶后，夏清宁回到家，发现陆金哲正闭着眼睛靠坐在椅子上。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估计是真的累了，我还占了他的房间，让他没地方休息。夏清宁有些过意不去，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我换了床单，你进房间去休息一会吧。被叫醒的陆金哲睁开眼，就看见夏清宁那张精致漂亮的小脸，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去床上休息一会吧。这时在房间里终于挑好了衣服换上的何珊珊正走出来，看到这一幕，顿时火气就上来了，大步跨到男人面前，挡住他的去路。你去他房间干什么？好你个夏清宁，自己男人不要你，你就打别人的男人的主意。我说你今天怎么特意打扮得这么妖艳呢？原来是来想引我男人呀，好不要脸。不会说话就闭嘴，闭不上嘴就滚回你自己家。原来何珊珊不认识陆金哲，把他当成了他相亲对象。被呵斥的何珊珊一下愣在原地，从来没被人这样羞辱过，还是自己心仪的对象，瞬间就受不了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起转来。你们……这时候王明芳走了过来，何珊珊看见他妈，仿佛看到靠山，瞬间有了底气。妈，你可回来了，他们2个合起伙来欺负我，刚刚夏清宁还当着我的面勾引他，要是我不拦着，他们2个就要一起去房间了。你这孩子，人家是2口子，怎么不能进一个房间了？2口子，他不是来和我相亲的吗？说什么胡话呢？这是你金哲哥，和你相什么亲？金哲哥，他是陆金哲，他怎么回来了？怎么我回来之前还得先给你打个报告？看着这个脑袋不灵光的女儿，王明芳气不打一处来，一边给何珊珊使眼色让她闭嘴，一边讨好的说道：人家怎么不能回来了？这里本来就是金哲的家。何珊珊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想到自己刚刚做的一系列行为，脸突然臊红了起来，只觉得无比丢人。让你失望了呀，我好像不用再等30-40年了。何珊珊瞪了他一眼，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心里，咽不下吐不出，又羞又恼，难受的紧。你小子终于舍得回家了，英英，这是你小叔，快叫人。小叔，3岁的小女孩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十分可爱。陆金哲应了一声，抱起小女孩，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妈，准备开饭吧。听到这一声妈，陆金哲原本还带着一丝笑的脸，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母子几人注意到了陆金哲脸色的变化，神色都不自然起来。王明芳反应过来后，马上说道：好好，这就开饭。清宁呀，快去把小雪叫回来。哎呀，这孩子一玩起来，不叫就不知道回来了。英英，来妈妈这里，小叔要吃饭了。姚红梅说着从陆金哲手里接过孩子，陆金哲掏出一张大团结，见面红包。这个年代一般给小孩压岁钱都是7、8角，一出手就拿10块的，实在少见。屋里几人都很惊讶，特别是何珊珊，眼睛都看直了。这可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真是越想越气。这么好看又有钱的男人，怎么就便宜夏清宁了？英英，快谢谢小叔的红包。一个小娃给个7、8角，意思一下就行了，哪能给这么多？哇，烤鸡！说着就跑到桌前，抬手就要拿。夏清宁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先洗手。要你管。去洗。陆金哲说话给人的压力太强，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陆小雪也被唬住了。洗就洗。他象征性的洗了一下，就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毫不客气的把2只鸡腿扯了下来，一手拿1只。陆小雪，分一个给英英。凭什么？都是我的。让他吃，这里不是还有鸡肉吗？英英吃鸡肉就行。陆小雪拿着鸡腿，迅速跑里屋去了。老二，你吃你的，别管他。一个纵容，一个不管，不养废才怪。陆金哲若有所思，却没再说什么。饭吃的差不多了，陆立东拉着陆金哲还在喝酒。陆立东看似已经喝醉了。老二，我知道看到他住这里，你心里不痛快，但是哥现在实在没办法呀。英英还小，离不开人。我和你嫂子要上班，
根本没有时间带。她毕竟生了我，这些年在这个家里任劳任怨，把小雪也当亲闺女一样照顾。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总不能一直不认她吧？你说要是咱妈没有去的那么早该多好啊！有时候我做梦还梦到她呢，她还是那么善良，那么关心我，问我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她这个妈自然指的是死去的苏慧。夏清宁在屋里听着这些煽情的话，感叹道：真是男人三分醉眼到人流泪。陆立东不愧是王明芳的儿子，他妈那些招数，他估计打娘胎就会了。要是真对陆惊蛰有那么深的兄弟情，就不会算计他，把自己不要的原身放到他的床上了。面对陆立东的苦肉计，陆惊蛰没表态，只是抬手拍了拍他的背。进到屋里的陆惊蛰便看见了坐在椅子上的夏清宁，正认真地缝自己的衣服。一直住在部队的集体宿舍，宿舍里都是大男人，生活粗糙得很。像现在这样进到房间里，就看到一个娇小的女人静静坐着给自己缝衣服。他一时还有些不适应，只因未婚夫不喜欢他，未婚夫设计他和小叔子睡在一起。事后小叔子只好娶了他，4年未见，竟发现妻子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扣子掉了，我帮你缝了一下。谢谢。他们是不是经常欺负你？知道关心人，看来这关系还能救一救。也没有经常。听了他的话，陆惊蛰心稍安下来。一天也就几次吧。好半天，陆惊蛰才开口问：今天你是不小心掉到河里的吗？这要怎么回答？难道要说有男人要非礼我，情急之下跳的河？但是原身确实是和那个廖主任去吃了饭，看了电影，这事情要闹起来，追究出前因后果，也不好收场。是不小心掉下去的。看他迟疑的样子，陆惊蛰将信将疑。对夏清宁，他心里虽然有气，但是从来没想过让他出意外。以后再有人欺负你，你就骂回去，不要唯唯诺诺的。如果有人对你动手，你就跑吧。还以为他要传授我什么了不得的方法，居然只是让我跑。我知道了。这一瞬间，陆惊蛰发现夏清宁笑起来竟然特别好看，眉眼灵动，满是朝气，像是每天早上训练完看到的刚升起来的小太阳一样。还有多的被子吗？有的。说完转身到木箱子里取出了一床被子。今晚我去我爸屋里睡。他还是不打算睡在这里，那明天他不肯和我同房的事就会传遍整个院子，何珊珊、赵翠兰他们还不得笑话死我。不行，不能让他走。他手里抓着被子不肯放，努力想要挤出眼泪来，但把所有伤心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没有泪意。看来演戏我还得练一练。你能不能就在这里睡？我的意思是只睡觉，各盖各的被子，什么也不做。陆惊蛰见他不松手，没强行扯被子，但是也没有要留下来的打算，两人就这样僵持着好一会儿。你也看见了他们今天是怎么对我的，要是知道我们俩今晚没睡一间房，不知道又会说出什么闲话来。听完这话，陆惊蛰的神色明显有些松动，但是考虑到他的前科，还是没有松口答应。今天你住爸的房间，明天爸回来了，你又住哪里呢？你放心，我睡觉很老实的。老实？半夜睡到别人床上的老实吗？这话实在伤人，夏清宁这次是真觉得委屈了。我一个大学生，什么也没干，莫名其妙就穿了书，我只想在这个世界过好一点，还要屡次三番的被人拿爬床的是羞辱，偏偏王明芳他们又做的滴水不漏，把真相都说出来了，也没有人相信我。现在陆惊蛰对我毫无信任可言，就算再对他说一遍，只会让他觉得我在撒谎，博取同情，会让他更讨厌我。刚才怎么也哭不出来，这下倒好，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一哭，手上也没了力气，不自觉就松了。感觉到夏清宁松开了手，陆惊蛰抱着被子往外走，一转头却看见他在抹眼泪，他没哭出声音，眼泪就那么大颗大颗的往下滴，看起来着实可怜。我的行为和那些欺负他的人有什么区别？犹豫了一下，他转身把被子放回到了床上。好了，你别哭了，我就在这里睡。果然在好男人面前，眼泪就是女人有力的武器。其实站在他的角度，也能理解他的行为，毕竟被人算计，背了污名，还要出于责任娶自己讨厌的人，是个人都有抵触情绪。你放心，我绝不会对你做什么。怎么说了句著名的渣男语录。看他认真的给自己做保证，陆惊蛰倒是有些郁闷了。搞得我跟黄花大姑娘一样。一直关注着两人的何珊珊再也坐不住了，轻手轻脚的走到两人房门外，耳朵贴着门仔细听。出来上厕所的王明芳看见偷听的何珊珊，一把拎过来拉回房间。你摊人家门外做什么呢？他们俩睡一个屋里。人家结婚证都拿了，不住一个屋，难道还住2个屋？陆惊蛰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回来就和他睡一起了？4年前是不喜欢，但现在他长这样，有几个男人不喜欢？他长什么样？不就是比我白点吗？那么瘦，儿子都生不出来。好，你漂亮，你最漂亮，你可别把心思放在陆惊蛰身上。我和你陆叔叔早晚是要复婚的，以后你们可就是兄妹了。知道了，真是便宜了夏清宁。陆惊蛰一回来，看把他能耐的，早知这样，当初就该把他丢到瘸子、赖子、麻子的床上去。
闭嘴！我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许提了。陆惊蛰要是知道了，我们一家还有好日子过吗？陆惊蛰那些舅舅都是在部队当大官的，他自己职位也不低。你嫂子虽然现在只生了一个女儿，但以后肯定是要生儿子的，你侄子免不了要靠他。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对陆小雪那臭丫头那么好？我知道了，以后再也不说了。你也别难过，那个喜媒婆这次给你介绍这个对象条件也不差，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在国营厂上班，人长得也不错。真的吗？什么时候来呀？看把你急的，就这几天了。那你给我买件新衣裳，昨天我在百货商店看到一条裙子，可漂亮了。这个月你不是才买了一件吗？你看你柜子里都多少衣服了？哎呀，这不是要相亲吗？那件真的很好看，大红色的，相亲穿多喜庆呀。买，给你买，正好夏清宁马上也发工资了，到时候就给你买。不知道这个月的工资已被隔壁母女俩预支了的夏清宁，正和陆惊蛰躺在床上，各自盖了一床被子。两人虽然拿了结婚证，但并不熟，所以都默契的没有开口说话。你不用睡那么外面。没关系，还是远点吧，我怕睡着了翻身挤着你。你不是说自己睡觉很老实吗？我睡觉是很老实，但是现在这身体又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老不老实。别一会睡着了，一个翻身就把腿搭陆惊蛰身上去了，到时候他再误会了，把我赶出去，那可就太丢人了。应该是老实的吧，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没有那种想法，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说完，夏清宁才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愚蠢。你这次探亲假有多长时间呀？1个月。哦，1个月时间不长不短，正好够我把这边的事都处理妥当，到时候不出意外就能跟着陆惊蛰去随军，到了部队里可以去文艺部、宣传部或者当老师也行，等明年高考了再考个大学，即使不能改变书里的剧情，也有底气不再依靠别人，把以后的日子过好。半夜迷迷糊糊中，陆惊蛰感觉有人正往自己怀里钻，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被窝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他贴得很近。你干什么？我好难受。这个女人真是不知廉耻，又想故技重施，果然我就不该相信她。出去。见他不动，陆惊蛰不惯着他，抬手就来拉他，手碰到他的皮肤，这才发现他在发高烧。他身子弱，这样烧下去不是办法，得去医院才行。陆惊蛰迅速抱起夏清宁往医院走去。夏清宁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他缓缓睁眼，就见头顶吊着一个玻璃输液瓶。还好选择了抱陆惊蛰大腿，要是和他离了婚，就这具身体回乡下种地，不累死也得饿死。一转头就看见了睡着的陆惊蛰，这男人长得可真好看。或是出于军人的敏锐，被夏清宁看着的陆惊蛰很快就醒了，一睁眼就对上了他直勾勾的目光。醒了？饿吗？饿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他刚转身，就迎面来了一个女医生。陆惊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还在原来的军区守卫部队吗？还在。你受伤了吗？怎么在医院？没有，是家里人病了。哦，谁生病了？严重吗？陆惊蛰转头看向夏清宁。没事，只是昨天受了凉，有些发烧。蒲月顺着陆惊蛰的视线看过去，便看见了已经坐起来的夏清宁。只见床上的人儿虽然有些病容，但依旧十分漂亮。哦，是她。蒲月明显是认识原主的，却并没有称呼嫂子，而是用她来代替，显然并不怎么想承认我的身份。我现在在这里做医生，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好，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都这么熟了，你可别忘了以前在部队，我们可是一起上过战场的，这革命友谊可是一辈子不会变的。你先忙。好的，我们回头再聊。昨天晚上来的，哪里不舒服？喉咙有些难受，其他还好。体温现在如何？没量体温，不知道现在多少。那一会量量。从蒲月的态度看来，夏清宁知道他并不喜欢自己，甚至带着一种轻慢和敌意，不难猜出他对陆惊蛰有点意思。你和陆惊蛰？他似想问什么，话说了一半却停住了。没什么。然后转身走出了病房。等蒲月拿着温度计过来时，就看到了让他难过又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那个冷静自持、不苟言笑的男人，此时正喂着一个女人吃饭。蒲月心里又酸又涩，但还是带着笑意走到了两人身边。在喂嫂子吃饭呢。他手不方便。原本叫夏清宁嫂子只是想试探一下，却没想到陆惊蛰并没有否认他的身份，这让蒲月心里的难过又多了几分。我来给嫂子量一下体温。好。放在腋窝下，5分钟后再拿出来。好的。蒲月没再询问他什么，而是看向陆惊蛰问：你吃饭了吗？没有，一会去下面吃。我们职工有专门的窗口，打饭人少不挤，一会我带你下去吃吧。不用了，不合规定。
原本还想和他一起吃饭，听到他这么说，又清楚他的为人，蒲月便没再邀请。我去探望郭校长时，他还时常念叨你呢。这次回来，你要不要过去看望一下他？要去。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去看望他们了，你什么时候去？我们约着一起吧。当着我的面，又是约吃饭，又是约去看望人，这蒲医生还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好呀，不过这几天他要陪我回趟娘家，可能没时间。要是蒲医生着急的话，可以先去。原本以为自己帮陆惊蛰拒绝的已经够明显了，但蒲月仿佛没听懂一下。我不急，等惊蛰忙完了去也行。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我们还有些别的事要做，探望校长的时间怕是不好定。哦，那行吧。真是猴子学走路，假惺惺。蒲月约陆惊蛰去探望郭校长，被夏清宁拒绝。不好意思呀，蒲医生。没事，这哪里是麦亚军口里没文化的农村丫头，我看她倒是厉害的很，可以把温度计拿出来了。夏清宁从衣服里拿出了温度计，递给蒲月。蒲月看了看说，烧退了，多喝水，这2天吃清淡的食物，你有点营养不良，还有些低血糖，平时多吃点饭，别为了保持苗条，把身体饿坏了。好的，蒲医生，我记住了，那我以后多吃点饭，不省钱了。原来是因为平时没钱，吃不饱饭饿成这样的。意识到这一点，陆惊蛰忽然有些自责，这些年他因为心里有气，从来没管过他，也没给他寄过钱。以后你都不用再省钱。蒲月原本是想让他难堪，才那么说，没想到倒吃了一波狗粮。如果下午没再发烧了，就可以回去了，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再输2天营养液。我们说。看着陆惊蛰这么关心夏清宁，蒲月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那行，我去给你们开单子。看着蒲月悻悻的离开，夏清宁心里舒畅多了。刚刚不好意思呀。什么？自作主张帮你拒绝了蒲医生的邀请，我看你好像不想和他一起去，又怕你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他，所以才那么说的。没事，你没生气就好。陆惊蛰现在可是我的保护符，我可不想惹他不高兴。接下来夏清宁又输了2天营养液，中间王明芳来过2次，炖了鸡送来。面子工程这一块他一向周到，出院时陆惊蛰却带他来了百货商店，在里面买了2罐麦乳精。虽然他没明说，但夏清宁知道他是专门买给自己补身体的，因为陆惊蛰还有事要办，把东西拿回家放在客厅的桌上就出去了。夏清宁先回了房间，准备收拾收拾。就在这时候，下了班的何珊珊进屋就看到了桌子上的麦乳精，2只眼睛瞬间亮了，迫不及待地跑进厨房，拿了他的专属小白瓷碗，准备打开了麦乳精的盖子。你在做什么？你管我做什么？眼睛瞎了，不会看呀。看到他如此嚣张，夏清宁也没惯着他，走上前去，一把夺过罐子。这不是给你买的，要吃你自己去买。什么你的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臭丫头快给我拿过来。夏清宁那小身板怎么可能是一身蛮力的何珊珊的对手，罐子一下就被他抢走了。只见他抱着罐子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吃点你东西怎么了？说完还不解气的抬手猛地推了夏清宁一把，他力大如牛，夏清宁差点就要摔倒。这时走进屋的陆惊蛰伸手敏捷地扶住了他的肩。我不是故意的。如果下次再敢对他动手，我不介意让你的胳膊再也抬不起来。听完这话，何珊珊脸刷的一下白了，显然被震慑住了。陆惊蛰没再说什么，直接回了房间。夏清宁走到桌前，将2个罐子都抱走了。不用，你自己喝就行，我身体好着呢，根本用不着补。只有像他这样营养不良，一个小感冒就要去输液的身体才应该补一补。都泡好了，你也喝点吧。夏清宁说着端起自己那碗，慢慢的喝了起来。别省着，喝完了再买。好。小小的一张脸，看起来精致又可爱。陆惊蛰自己都没发现，他在看夏清宁的时候，唇角微弯了下去。傍晚的时候，出差的陆百川回来了，看到许久没见的儿子，心里十分开心。你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洗呀！别忘了，我的碗筷要分开洗。只听哐当一声，何珊珊的小白瓷碗却碎成了好几块。我的碗。夏清宁，你手断了吗？连个碗都拿不稳。夏清宁正要说话，就见陆惊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忽然抬手扶住额头，身体摇晃了2下，仿佛下一秒就要摔倒。陆惊蛰立刻上前一步扶住了他。怎么回事？没事，就头有点晕，没拿住，把碗摔了。这时候听到声音的王明芳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哎呀，这是怎么了？头晕就回房间休息。可是碗还没洗呢。屋里是没有其他人了吗？这碗非要你洗不可。可是以前做饭、洗碗、洗衣服，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做的。哎呀，清宁呀，大家都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家务活哪里分得那么清楚？不都是谁得空时做吗？哦，原来这几年婶子和珊珊都没空，只有我一个人有空。那我去洗吧。放着，要是没人洗，我一会来洗。这是哪里话？怎么能让你洗？
珊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啊？还不快去洗碗！以前他无论是病了还是伤了，只要能喘气，这些事都是他做。怎么陆惊蛰回来他就做不了了？那就麻烦珊珊了。刚刚我还不小心打碎了你碗，不好意思呀。他这明摆着就是要给何珊珊继续添堵。何珊珊脸都青了，正想发作，却被一旁的王明芳拉住了。哎呀，不就一个碗，再买就是了。那我就先回房休息了。在何珊珊怨毒的目光中，夏清宁优雅地转过身，回房间去了。他装的，他就是装的。清明的王明芳怎么可能没看出夏清宁是在装晕？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夏清宁这么能装，这么会说话，他不是一直都是蠢笨好骗的吗？难不成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脑袋突然变灵光了？还有，陆惊蛰今天给他买了2罐麦乳精，我想喝一点，他都不给，全让他拿屋里去了。我的碗也是他故意摔的。自从陆惊蛰回来以后，他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不但敢不听我的，还专门和我作对。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你放心，陆惊蛰在家里待不了多久，这段时间你先忍一忍，等他回了部队，我们再好好收拾他。等陆惊蛰走了，看他还怎么嘚瑟。母女俩的谈话一字不落全被门外夏清宁听到了。哼，还想要收拾我，那就看到底谁收拾谁吧。啊，我给你带了瓶酒回来。4年没回来，拿瓶酒就想把我打发了。哟，华国茅台，这酒好，这酒好。陆百川性格爽朗豁达，虽然被冤屈，吃了很多苦，却从未自怜自爱、自暴自弃。后来恢复了工作，他也兢兢业业，没有半点怨言。就知道你喜欢。这几年身体还好吧？还好，还好，吃得下，睡得着。你2个舅舅呢？以前在战场上负的伤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大体上还好，只有二舅的腿阴雨天偶尔会疼，钢板打在骨头里也难免。这次回来待多久？1个月。那不错。对清宁，你是怎么打算的？我会试着和他好好相处，然后尊重他的决定。我知道这件事你有委屈，但我们是男人，既然娶了，就要担起责任。我明白。既然回来了，抽个时间去清宁娘家看看吧。当初你在乡下，你玉梅婶子没少疼你，你根叔不在了，你现在也算他们家半个儿子，回去尽尽孝也是应该的。好。爸，你有复婚的打算吗？当然没有，他是你大哥的妈，我不能阻止你大哥认他，这不符合伦常。但是就我个人和他，这一辈子再没有可能。这些话在他住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说得清清楚楚。听了父亲的话，陆惊蛰心定下来。他厌恶王明芳，不只是因为他是陆百川前妻，更因为当初他为认回自己的儿子，在人前磕头下跪逼迫苏慧，最后更是在苏慧生病时诋毁污蔑他，让他走的都不安心。这些他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更不可能再和他成为一家人。从父亲房间出来，洗漱完回到房间时，夏清宁已经铺平了被子，两人一人一条。好在他还算明理，除了让我留在这里睡觉，没再提什么过分要求。陆惊蛰坐到椅子上，看到桌子上装着水的搪瓷杯。你倒的。你晚上渴了可以喝。谢谢。这2天也谢谢你照顾我。这里有100块，你先拿着用。夏清宁没想到陆惊蛰会忽然拿钱给自己，犹豫了一下，抬手接了过来。谢谢。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邮30块，你不要再节约不吃饭。你给我的钱我都记下来，以后等我赚了钱就还给你，还有买麦乳精那80和11块的医药费。不用你还。晚上夏清宁照就睡得很外面，把更多的位子留给陆惊蛰。还是离他远一点的好，不然一会睡着又靠他身上，他没准又要把我撵出去。现在我可没生病，借口都没有一个。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他真的是很小一只。陆惊蛰看着离自己很远微微隆起的被子，若有所思。他好像真的在刻意和我保持距离，我明明应该很高兴，为啥并没有预想中的开心？夏清宁这一觉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夏清宁不自觉地翻了个身，却忘记了自己离床沿很近，这一翻直接翻地上去了。好痛，这么大人了，睡觉还能摔下床，实在是丢脸。不好意思呀，吵到你了。你没事吧？没事，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去上班了。上班？7点半就要上工。夏清宁换上工作服刚走出来，正好撞见脸拉得老长的何珊珊。大清早的就在房里噼噼啪啪哼哼唧唧，动静弄那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真是不害臊。怎么好工作好男人都被他占了，他一个乡下来的臭丫头，凭什么运气这么好？他不会是听到了我掉床下发出的声音，误以为我和陆惊蛰在做那啥啊？你听见了，那下次我们小声点。你不要脸。说完端着盆子怒气冲冲地走了。看着何珊珊被气歪的脸，夏清宁满意地勾起一抹笑。我们百货商店的衣服就是好看，你看穿在何珊珊身上多合身，丝儿多亮，
哎呀，珊珊又买新衣服了，你妈养闺女真是舍得呀。哪里是新衣服，都穿2、3回了。我就喜欢鲜亮的，那些灰扑扑的看着一点活气都没有。皮肤那么黑，还喜欢鲜亮的，穿起来像个煤球一样。哼，煤球怎么了？煤球不也比你好看吗？你看看你那眼睛，以后快别笑了，一笑就跟没长似的。你才没长眼呢，你黑成这样，站那里不动，别人都能当一块煤炭给你烧了。你说谁黑？你说谁是煤炭？两人越吵越凶，眼看就要动手了。哇，陆二媳妇，你这头发编得可真好看。这一嗓子成功的让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夏清宁的身上。夏清宁走过来，正好站在何珊珊旁边，两人站在一块儿，同样都梳着双麻花辫。何珊珊虽然扎了红色的丝带，但辫子看起来又塌又扁。这都是怎么编的呀？手怎么这么巧？以前都没见你编过呢。就前几天在厂里跟人学的。好看有什么用？松垮垮的，跑2下就散了。我看编得挺结实的呀，应该不会散吧？别理他，我看他就是嫉妒。上次你不是说要教我编吗？是不是忘了呀？没忘，等我下班，你过来找我，我教你。那我晚上就来。行。麦苗，你学会了，别忘教我们呀。没问题，有些人刚才那么瞧不上，我看就别学了吧。我本来就没打算学，谁稀罕？说完就端着盆子，依旧一副高傲的样子，扭身走了。就不教他，气死他！你别怕他，以后他再敢欺负你，我帮你骂他。这姑娘性格还挺可爱的。洗漱完，夏清宁拿着盆子回到家，陆惊蛰已经起床了。你什么时候放假？星期天。哦，那就星期天回趟你家吧。他这是要陪我回娘家的意思吗？娘家村子的所有人都以为我嫁的是陆立东，现在他这个小叔子陪我回去，肯定会被人各种猜忌。难道他这是妥协了，准备接受给我名分了？好。夏清宁刚从房间里走出来，就和从何珊珊房里跑出来的陆小雪撞了个满怀。正要说话，就见陆小雪一脸惊恐，眼神闪躲。虽然她动作很快，但夏清宁还是看见了，她手里抓着一把钱。看什么看？走开啦！今天就让王明芳和何珊珊把在原身这里拿走的钱和票全都吐出来。夏清宁正往胡同口走，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他身后疾驶而来，擦着他的衣摆骑了过去。受了惊吓的夏清宁险些摔下去。用我的钱买的自行车，还骑来我面前显摆，真是好大的脸！还是要学会骑自行车，毕竟这个年代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学会了以后出行就会方便很多。青宁姐，你上来，我载你一程吧。是吴家婶子的小儿子吴晓东，只有15岁，为了接班，把年龄改大了1岁，现在和原生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因为刚进厂时，原生教过他一些纺织技巧，所以一直对原生很好很尊重。这个年代坐男同志的车不太合适，但眼前就是个小孩子，即使思想再保守，也不会往其他方面想吧？步行差不多要走半个小时呢，有车为什么不坐？那就麻烦你了。看到夏清宁竟然答应了，吴晓东有些惊讶，要是以前的他一定会推辞，甚至拒绝。坐好了。在水池边洗漱的陆惊蛰看见夏清宁坐上了吴晓东的车，车往右边拐了个弯时，夏清宁2只手下意识地抓住吴晓东的衣摆。这一刻估计陆惊蛰自己都没察觉到，他的脸色已经暗了下来。当然他不只看到夏清宁坐了吴晓东的车，还看见了何珊珊故意用车别他的一幕。沉思了片刻，他端起盆往家里走去。青宁姐，你抓紧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吴晓东卖力地蹬起车来，车速立刻快了起来，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前面的何珊珊，并擦着他的车开了过去。哼哼，被他擦着车超车，又被他这一声响，何珊珊的车龙头没稳住，直接摔了下去。吴晓东，你眼瞎，看不见呀？对，我瞎，看不见，跟你学的。夏清宁是你叫他这么做的，是不是？还学会教唆小孩做坏事了，真是长本事了。看我晚上回去怎么收拾你。吴晓东已经把车骑出很远了，根本听不到他的咆哮了。叫他欺负人，叫他瞎嘚瑟。他现在估计要气死了。青宁姐，你不怪我，你在帮我，我怪你做什么？你以前不是挺怕他吗？现在不怕了，以后再也不怕了。对，他要敢再欺负你，我还帮你教训他。快到工厂时，吴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提醒夏清宁。青宁姐，你别和那个姓廖的走得太近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青宁姐，你别误会，我没说你，我是说那个姓廖的心术不正，我怕你吃亏。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先上去了，今天谢谢你了。别跟我客气，这不顺路吗？青宁呀，身体好了吗？没什么大碍了，谢谢组长。平时要多注意点，多吃点饭，身体才会好。廖主任前2天来找你，我说你请病假了，他说让你来厂了，就去他办公室一趟。这个廖强一定是为上次的事心虚，才会这么迫不及待来找我。好，我现在就去。廖主任找我有什么事？
青宁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听说你这2天生病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担心。那天是我一时换了糊涂，你别放在心上呀。以前的事我可以不放在心上，以后还请廖主任自行自重。哎呀，你别生气了，那天我不是不救你，只是吓懵了。你说你好端端的跳什么河？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得多伤心呀！你知道的，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喜欢这种话，廖主任还是不要说了，流氓罪可是要被击毙的。廖强笑起来，完全没把夏清宁的话当回事。为了你被击毙了，我也心甘情愿。2天不见，你比以前更漂亮，更迷人了。说话间手已经不安分地抬了起来，眼看就要搂住夏清宁的腰，只听啪的一声，没有任何防备的廖强整个人都懵了，睁着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夏清宁。臭丫头，你疯了是不是？我刚刚已经叫过你自重了，你自己不听，那我只能手动教你了。好你个臭丫头，居然敢打我！廖主任，你还不知道吧？我丈夫已经回来了，你以后最好离我远点，他现在可是团长，要是知道你那天做的事，你说他会把你怎么样？廖强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没想到夏清宁那个当兵的男人真的回来了，更没想到他职位这么高，他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去招惹团长的媳妇，那不是妥妥的找死吗？果然还是团长老公好使。下班后刚走到厂门口，又遇到了吴晓东。青宁姐，还是坐我车回去吧。青宁姐，你知道吗？那个姓廖的今天被人打了，脸都肿了，中午不好意思去食堂，饭都没吃成，刚刚走的时候还用包挡着脸，生怕被人看到，哈哈哈。哦，是吗？也不知道是哪位勇士打的，真是解气呀。要是他知道他口中的勇士现在就在他旁边，会不会惊掉下巴？打得好，小东弟弟，你要是方便的话，先载我去一趟供销社吧，我买点东西。当面方便，我现在就载你去。没多时，2人就到了供销社。在进去时，夏清宁掏出10元大团结，特意和吴晓东换零了。青宁姐里面不是可以找零吗？我有用。吴晓东虽然很疑惑，但也没再多问，跟着夏清宁走了进去。夏清宁刚走进去，柜台里的何珊珊一眼就看到了他。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说来做什么？当然是买东西了，难道还能是专门来看你啊？你买什么？你管买什么，反正不是买你的猪大肠。供销社一个售货员怀孕了，就招了何珊珊来做临时工，把她分配到了卖猪内脏的区域。夏清宁没理她，直接走到买日用品的区域。同志，帮我拿一个搪瓷盆。你买搪瓷盆做什么？家里有盆你不许买。我花我的钱买我的盆，和你有什么关系？同志，给我拿2个质量最好的。你何珊珊没想到一向胆小的夏清宁居然敢回怼自己，一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雪花膏、洗头膏、牙刷、牙膏、肥皂都帮我拿一下，还有毛巾也要2条。不对，他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你发工资了？发不发工资和你有关系吗？蓝色碎花和淡紫色碎花的确凉，帮我各来1匙。夏清宁买了这些，把钱都花了，我的红裙子怎么办？不许买，不许买，你什么都不许买。你们供销社的售货员是怎么回事呀？这是不打算卖东西给顾客吗？何珊珊，你怎么回事？临时工也应该有点职业素养吧？你要不想做，明天可以不来。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嫂子，她的工资不能拿来买这些。为什么不能拿来买这些？我的工资不买自己想买的，难道要买你想买的吗？你闭嘴！你才应该闭嘴，别在这里捣乱，卖你的猪内脏去。在大姐的威严下，何珊珊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了口。你要2匙是吧？蓝色碎花和淡紫色碎花各1匙。这个不比棉布要贵很多，做一件衣服至少要4匙，你买2匙不够用。青宁姐，你是不是没布票呀？我这里有。不用了，我不做衣服。好，1匙1块5，2匙就是3块。大姐拿着尺子量了一下，熟练地拿起剪刀，手起刀落，剪下2块布包好了。同志，还需要什么吗？再来2支冰棒吧。我们冰棒有3种口味，香蕉的3分，绿豆的4分，牛奶的5分，你要哪一种？那就来最贵的吧。搪瓷盆2个4块6毛，日用洗漱1块8毛，雪花膏洗头膏1块4毛，的确凉3块，冰棒1毛，一共10块9毛。票给你开好了，你去那边结账，然后到前面来取所有的东西。这可是我要买衣服的钱呀！他居然这么大手大脚，一下就花了10块多。一会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妈，把夏清宁的所有工资都没收，1分都不给他留。夏清宁结完账，将刚刚买的冰棒递了1支给吴晓东。小东弟弟，姐请你吃。谢谢青宁姐。牛奶味的冰棒我都舍不得买，夏清宁居然当着我的面请别人，真是气死了。看着何珊珊愤怒又压抑的表情，夏清宁很是满意。见目的达到，便和吴晓东走出了供销社。车子往前行，微风吹在脸上，
两人开心了一路。夏青宁还约好以后上下班都搭吴晓东车。刚到大院，就见麦苗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青宁，快回家看看，惊蛰哥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夏青宁一进自家院子，就看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停在那里。陆二媳妇，你命可真好，你家男人一回来就给你买这么好的车。那可不是，凤凰牌呢，一辆就要100多块，我不吃不喝都要大半年才买得起。你看这车鞍都是牛皮的，骑起来一定很舒服。羡慕就叫你男人也给你买一辆。这么贵的车，别说新的，旧的他都舍不得给我买。会爬床就是好呀，男人再贵的东西都舍得买。惊蛰哥对你可真好，要是你哪天不用，可不可以借给我骑一下？不是我不愿意给你骑，这车可能不是买给我的。你傻呀，这是26大杠，专门给女人用的。惊蛰哥除了买给你，还能买给哪个女的？确实比吴晓东他们骑的28大杠要小一些。如果陆惊蛰自己骑的话，就他那长胳膊长腿的，不可能买26大杠。难道真是买给我的？带着疑惑，夏青宁走进屋里，发现陆惊蛰并不在家。你不是要学编头发吗？那车有空可以借给我骑吗？可以，但前提是它得是我的才行。当然是你的。今天我们学编哪一款？我手笨，你可不许嫌弃我呀。编我上次那款斜着的吧，要简单一点。夏青宁开始教麦苗，慢慢的他发现麦苗说自己手笨，真不是谦虚。不过他并没表现出不耐烦，还是细心的教他。夏青宁的耐心反倒让麦苗不好意思了。我以为挺简单的，原来这么难。为什么头发在你手里那么听话呢？慢慢来，你会一种编法，就能编出很多不同的款式，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听说你和惊蛰哥睡一间房了。夏青宁没想到他会问这么私密的话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嘴上说着不喜欢，身体倒是很诚实。今天他来我家看我爸吗？我听到我妈问他打没打算要孩子，他说……麦苗正要往下说，突然见一双大长腿迈进了屋，立刻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夏青宁随着他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门外看，就见到陆惊蛰走了进来。我回去了，晚上再努力呀。陆惊蛰说了什么？我又为什么要努力？那个外面的车子给你买的，以后上班骑。他怎么突然这么照顾我？估计他这人就是人帅心善，看到我身体太弱，觉得可怜，所以买个代步工具，让我不那么辛苦。不愧是可以当男主的人，心胸宽广，格局大。谢谢啊，这车多少钱？问这个做什么？不做什么呀，就好奇一下。158块在这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而且买自行车还需要票，那个更难弄到。没想到陆惊蛰这么财大气粗，这大腿是抱对了。刚刚我去了趟供销社，买了些洗漱的，给你也带了一份，自己用自己的比较卫生。陆惊蛰看着他递过来的东西，没有犹豫接了过来，这些正好用得上。虽然比起他买的自行车，这点东西算不上什么，还是用他给的钱买的，但多少也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嘛。我先去做点东西。他拿着下午买的布料走到何珊珊房间外的缝纫机前，一边做一边耐心地等着何珊珊回来对自己兴师问罪。妈，你不知道夏青宁那个臭丫头今天有多嚣张，简直气死我了。她到我们供销社来买了好多东西，毛巾、牙刷、肥皂啥的一大堆，还有的确良、搪瓷盆都买了2个，还有她还请吴晓东支5分1根的冰棒，一共花了10多块。她真花了10多块，你看清楚了？看得清清楚楚的，她掏钱时可大方了，一点都没犹豫，还说她用自己的工资买自己的东西，我管不着。不对呀，她还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呀。那她哪里来那么多钱？妈，快走，我们回去找她问清楚。两人刚到屋里，就看见夏青宁拿着什么东西从何珊珊房间那方向出来。夏青宁，你去我房间做什么？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好戏就要开始了。谁去你房间了？你还不承认？我都看见了，你手里拿着什么？想到了什么，何珊珊快步跑进自己的房间，从床上拿起枕头，找了好一会儿，却一无所获。我的钱全没了。好呀，夏青宁，我说你今天怎么有钱买那么多东西？原来是偷我的，你个小偷！以前偷人，现在偷钱，臭不要脸！你凭什么这么说？谁偷你东西了？你把话说清楚。就是你个臭不要脸的，没偷你去我房间做什么？没偷我的钱怎么不见了？难道他还能自己长脚跑了不成？他嗓门很大，声音又有穿透力，很快就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都不约而同往陆家走来。钱不是我拿的，我也没进你房间，我们找大家评评理去。有你这样平白无故冤枉人、乱骂人的吗？听夏青宁这么说，又见外面有人围观，何珊珊更来劲儿了，拉着夏青宁就往院子里走。大家快来看看，夏青宁就是个小偷，偷我10多块钱，刚刚被我抓住了。夏青宁本意就是把事闹大，假意挣扎了几下，其实特别配合的被何珊珊拉了出去。珊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陆二媳妇一向老实本分，怎么会偷钱呢？你可不能冤枉了人家。我冤枉他？你去问问你们家吴晓东，他今天是不是到我们店里买了好多东西，还请了你家吴晓东吃冰棒？他又没发工资，不是偷我的，哪里来的钱？青宁不是在纺织厂上班吗？工资又不低，这个月没发，以前的总还有吧？你怎么那么肯定钱是他偷的？他以前的工资……何珊珊正要开口解释，就被王明芳拉了一下。反正他身上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刚刚我回家就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他正好鬼鬼祟祟的从我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你刚刚进我屋里又偷了什么东西？让我看看。没等夏青宁开口，直接上手就抢。夏青宁故意攥紧了拳头，一副怕抢走什么的样子。你放开我！他越是反抗，何珊珊越是笃定，蛮横的用力掰开他的手，手松的一瞬间，发圈、发带掉了一地。你看，青宁根本没拿你的钱，你就是乱冤枉人。就是他偷的，他今天已经用了。何珊珊气急败坏的抬起手，狠狠把夏青宁推了出去。你干什么？他偷我钱。见陆惊蛰出面维护，老好人王明芳马上走到夏青宁面前。青宁呀，拿了你就承认吧，都是自家人，这钱我们不要你还，做错了是不要紧，以后我们不拿了就好。我没拿，你说我拿了你的钱，有什么证据？你今天买的那些东西就是证据，如果你没偷，你倒是说你买东西的钱是哪来的？夏青宁没有发工资，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现在看他还怎么狡辩。我给的。你给的？不可能，他今天买东西用了10块，我正好丢了10块，哪有那么巧？谁说我身上只有10块了？夏青宁当着众人的面掏出了一大把10元钞票。难道这些钱也是你的吗？青宁，你这孩子真是的，惊蛰给你拿了钱，你怎么早不说，闹出这么大个误会？明明是他们的错，现在真相大白了，又把责任都推到夏青宁身上，欺负他没人撑腰是不是？怎么，我给他拿钱还要给你报备吗？终于说到重点了，夏青宁知道现在应该自己出场了。只见他看向王明芳，声音里带着委屈和无奈。可能婶子觉得你给我的钱也应该像我每个月的工资一样交到他那里吧。难怪青宁姐在纺织城工作几年，平时却没几件像样的衣服穿，买东西也很节约，原来她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呀。就是收走了人家的工资，还要把别人当贼抓，这也太缺德了。何珊珊才去供销社几个月，工资也不高，天天还穿得花枝招展，原来是拿儿媳妇的钱来供养闺女啊。哪里是儿媳妇，人家惊蛰又不是他儿子，这就更不应该了。我看王明芳平时挺好呀，怎么会？惊蛰呀，你千万别误会，并不是只有青宁的工资，你大哥大嫂还有珊珊的工资都放在我这里保管着呢。珊珊，你个臭丫头，还不快给青宁道歉？他有钱也不代表他没偷我的钱呀，我的钱确实不见了呀，不是他拿的还有谁？你个臭丫头还在胡说八道什么？青宁呀，你别和珊珊计较，今天是我们不对，不应该冤枉你，婶儿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说着话就弯下腰来，要给夏青宁鞠躬。夏青宁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我可不会让他这样不痛不痒的鞠一躬就把事情圆过去了。婶儿，你别这样，今天的事也不能全怪珊珊，也怪我平时身上也没点钱，买个什么东西还要被当成贼抓。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发生，以前我存在婶子这里的工资还是我自己保管吧，以后我的工资就不交给你了。刚刚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示每个月工资交给了我，又说不怪珊珊冤枉他，原来就是为了有理有据的提出要拿回工资，现在还表示以后的工资也不交给我保管。这么多人看着，这件事已经被架到明面上，现在想要掩盖过去也不行了。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这么会算计了？那怎么行？要是他不交工资了，以后我哪有钱去买漂亮衣服鞋子和好吃的？怎么不行？何珊珊被陆惊蛰这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不敢再开口，只能用求助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妈王明芳。婶子，我要回自己辛苦赚的工资有什么不对吗？你放心，我一分也不多要，以前我交给你的钱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呢，一共是478块，什么时候交的，交了多少，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你看看吧。青宁不是婶儿不愿意把钱给你，你看我们家的缝纫机、收音机还有自行车，哪一样不要几百块？这些东西你平时也在用吧？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我们不是一家人，你搞清楚，你和我爸早就离婚了，他从来没有和你复婚的打算，我们和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家人。惊蛰，你可不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呀！再怎么样，我也是你哥的亲吗？这些年我在陆家当牛做马，照顾这个家，照顾你妹妹，好吃的都紧着她，待她比我亲孙女都还好呀。还有你媳妇刚来陆家时面黄肌瘦，没点人样，你看现在她是什么样子，白净又漂亮。要说我苛待她，老天爷也不会答应呀。当初你和她立冬杀人的心都有了，
也是我劝他，都是自己兄弟，别太计较。我一心为着陆家，一心一意的付出，现在却落个里外不是人。都说后妈难当，我看这前妻也不好做呀，能做到她明芳婶子这样也不容易了。该说不说，他对陆家那丫头是真的好。夏清宁嫁给陆惊蛰时，他明芳婶确实也没说什么。今天算是领教到了什么叫巧舌如簧，这王明芳可真不是一般人，句句都在展示自己劳苦功高，一句也不提他对原身做的事，到最后还不忘拿小叔子睡嫂子的陈年旧事出来，真是够歹毒的。王明芳既然要立善良前妻的好人设，那我就撕开他的伪装，让大家看清楚他到底是个怎样的前妻。婶子，我觉得惊蛰说的没错，你和爸离婚这么多年，各自都再婚再娶了，确实也算不上一家人了。至于爸永远不会和你复婚这件事，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原因吧。当初爸被下放去农村前，你听到了风声，主动提出离婚的，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胡没胡说，婶子你心里清楚。当时你为了自己过好日子，离婚时连1岁的孩子也没要，不是吗？不仅如此，你还写了和他们断绝关系的保证书是吧？然后一转身就嫁给了查办爸的革委会主任，你的保证书还在爸那里收着。你嫁给革委会主任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爸在乡下受苦，你却在城里享福。你这样的人，惊蛰不把你当一家人，哪里有错了？爸一直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是顾及着你的颜面，你的身份住在这里本来就尴尬，现在还要求惊蛰把你当一家人，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当时那个情况，我那么做也是为了自保，我想着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点，再把孩子接来身边，不让他吃苦受罪，我有错吗？再说这都是我和你爸以前的事了，我在这个家没有对不起你们这些小辈吧。当初你和陆惊蛰做了那事儿，让我儿子受了那么大耻辱，我连重话都没说你们半句，现在你们夫妻倒是起了心，一起来羞辱我，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我为什么会在陆惊蛰的床上？你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因吗？这话说出来，众人再次被震惊到了。陆惊蛰也不自觉地看向了夏清宁，似在思考。我清楚什么？我不清楚，难道还能是我把你绑到他床上去的吗？你一直拿这件事来说事，不就是想让惊蛰内疚自责吗？可是他有什么错？当时他在部队里已经是营长了，条件那么好，喜欢他的，家世好的女人多的是，难道还会对我这个乡下来的丑丫头有什么非分之想吗？他也是被逼无奈娶了我，所以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他为了维护我的颜面，竟然这样贬低自己。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床上，我不说你也清楚。你别忘了，当初我爸可是为救你儿子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你们这样对我，就不怕他泉下不宁，午夜来找你们吗？你胡说八道，我们什么也没做，我王明芳行得正坐得端，才不怕什么神鬼。王明芳大声地为自己辩解着，但显然底气不足，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慌乱。就在这时，他忽然瞥见自己的儿子陆立东走进了院子，像是终于找到了依仗，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妈，你怎么了？立东呀，你可回来了，妈只想过来帮你带带孩子，减轻你们夫妻的负担，没想到要被人这么欺负，这么冤枉，妈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妈现在就去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妈，这是你儿子家，你想住就住，没人能赶你走。我待在这里只会讨人嫌，无论我做得多好，把小雪照顾得多好，我始终是个外人，人家说赶就赶。立东呀，妈也不想你为难，妈现在就走。走之前先把工资还了。什么工资？哎呀，立东呀，你这弟弟真是一点不念我对这个家的好呀，心里只有钱。闹什么？陆百川看起来并不威严，但作为一家之主，说话倒也自带分量。怎么回事？夏清宁主动上前，把事情说了一遍。这2年清宁一共存了478块在你那里，既然现在他想要自己保管，你去把钱拿出来还给他。不是，老陆你不知道，孩子们的钱我都是放在一起做家里的开支的。你看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还有自行车，这些都是我用钱买的。婶子，你是不是记错了？家里的收音机是大嫂的嫁妆，缝纫机是去年我评上优秀女工，厂里奖励的。那还有辆自行车呢？自行车总是我出钱买的吧，好几百块呢。可是自行车我一次也没骑过啊，也要我出钱吗？车就放在那里，我也没说不让你骑呀。这样好了，以后就给你骑。珊珊，快把钥匙给清宁。这人也太没脸没皮了吧，把一辆又破又旧的二手车说成几百块，现在还想用这破车来堵我的嘴，想的倒是挺美的。婶子，我看就不用了吧。你看，不是婶子不给你骑，是你自己不骑。惊蛰给我买了一辆新的，我就不骑你的车了。陆惊蛰居然给他买自行车了，还是凤凰牌的。别说了，去把钱拿出来还给清宁。现在王明芳没有任何理由霸占着原身的钱不肯还了，只见他极不情愿地掏出一沓钞票，递到夏清宁面前。清宁呀，婶子身上就只有这些，你先拿着，剩下的婶子后面再拿给你。拿100多块就想打发我，这个老刁妇果然不会那么爽快还钱。他嘴里说着以后，估计是没有以后了。今天要是不让他全还回来，以后怕是没机会。婶子要是不是在你脖子上吗？怎么会没有钱呢？啊，该不会你的钱箱也被偷了吧？我去帮你拿出来，
你打开看看呢。王明芳这人心思特别重，从来没有把钱存银行的习惯，只会放在自己身边，这样看得见摸得着，他心里踏实。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事忘了？婶子现在就去帮你拿。